全球化对世界各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结果却不尽人意啊。在西方国家，全球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了贫富差距。本期我将焦点从川普与民粹主义转向了更深层的问题：全球化的代价，经济危机背后的真相。西方国家在90年代初曾经经历过一段极度乐观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在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后，又赢得冷战胜利的民主阵营认为自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25年后的今天，这种乐观情绪却转变为深深的悲观啊。实际上，类似的历史现象并非首次出现。1918年一战结束后，包括中国知识分子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人也曾怀抱乐观情绪，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一战后，随着几大帝国的解体，欧洲地区涌现出大量宪政民主国家。然而到了30年代，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却成为民主失败的典型案例。他们要么如沙俄那样演变为左派集权国家，要么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那样转向右派集权国家。这些历史现象与我们当前所目睹的事态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年我们见证了许多出人意料的事件。2010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原本被视为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浪潮，却演变成了原教旨主义的泛滥，最终成为阿拉伯之冬。2010年前后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究竟何在？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正在重新加剧。这一现象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认知，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70、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已经演变为一种工会强势、高福利、低基尼系数的模式，既保障了自由和平等，又兼顾了竞争和社会保障。然而，皮凯蒂的研究表明，西方内部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正在重新变得严重啊。虽然这本书最初主要在知识界引发争论，但特朗普的当选与皮凯蒂提出的问题存在直接关联。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支持特朗普的群体主要是美国的白人穷人，尤其是蓝领白人，少数族裔不太支持特朗普，部分华裔除外。黑人和墨西哥裔大多不支持特朗普。这些人对特朗普的支持起了这么大的作用，确实令人感到皮凯蒂当年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和前瞻性啊。那么不管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英国脱欧等事件，都对西方原有的主流理念提出了挑战。这里所指的主流理念包括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存在左右之分。简而言之，在公共领域，左派主张福利国家，而右派倡导自由放任。右派强调市场竞争，认为竞争能带来效率和经济活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使所有人受益。相对的，左派则更重视平等，主张通过福利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这种左右之争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政党轮替的基本线索。通常情况下，当左派执政一段时间后，选民可能会抱怨福利国家养了太多懒汉，导致国家经济活力不足，于是转而支持右派上台。而当右派上台后推行自由放任政策过渡时，选民又会将左派选回执政地位。无论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事件，既不是左派的胜利，也不是右派的胜利，这呈现出一种新的政治倾向。特朗普肯定不是左派，因为他非常反对福利国家。他上台以后就废除奥巴马医改，而且这是他最想做的一件事。但你说他是右派吗？可他同时又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对自由贸易。这种既仇恨福利国家又反对自由贸易的立场，在传统西方左右派划分中是很难找到这种人的。这就是我上期说特朗普是一个奇葩总统的原因啊。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西方社会自80年代以来再度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问题再次加剧。这一观点引发了广泛关注，主要遭到传统右派的质疑。他们认为皮凯蒂夸大了西方贫富分化的程度。然而，从皮凯蒂的研究到特朗普的当选，某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如果不是美国穷人，特别是白种穷人的强烈诉求，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
尽管皮凯蒂准确指出了问题，但他对贫富分化的成因解释不够充分。他的论证主要基于一个很武断的公式：资本利润率通常高于经济增长率。翻译过来就是，富人赚钱的速度比国家发展的速度还快。这种现象会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扩大贫富差距。皮凯蒂认为，如果国家不严格控制资本，社会必然走向不平等。他解释说，过去人们认为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是因为许多地方经历了非正常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及所谓的经济奇迹。我们知道，二战后亚洲四小龙、日本、中国甚至欧洲都经历了奇迹般的高速增长。皮凯蒂认为，在这种异常高的增长率下，资本收益率的优势可能暂时被抵消，社会因此趋于平等。但他强调，这种奇迹是短暂的。一旦增长回归正常，社会就会重新面临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皮凯蒂看来，这种趋势在过去2000年来一直存在，是一种长期的历史规律。皮凯蒂对当代西方贫富状况的描述主要基于大量统计数据，这一点是合理的。然而，他试图将这种状况追溯到2000年前的论断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因为获取如此长期的统计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更像是一种假设而非事实。皮凯蒂的解释存在明显缺陷，他将过去相对平等的状况简单归因于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暂时现象。他认为高增长是一种奇迹，而奇迹无法持续，因此贫富差距问题似乎成了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历史表明，高增长并不总是带来平等。以1970年前后的拉丁美洲为例，当时被称为墨西哥奇迹和巴西奇迹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伴随着严重的不平等扩大，这与东亚的高增长模式有本质区别。拉美当时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而非出口导向型增长。相比之下，东亚的高增长模式是通过吸引外资，利用低成本劳动力生产，向世界输出大量廉价商品来实现的。这种外向型高增长能够降低基尼系数，带来相对平等的局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都曾经历这一阶段。不过，随着这些经济体逐渐转变为资本输出、商品进口的模式，贫富差距问题又重新凸显。外向型高增长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范围内的平等状况，这可以从市场角度来解释。在劳动和资本的利益博弈中，稀缺要素往往占据优势。如果资本稀缺，资本在国际要素市场谈判中就占优势。如果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就缺乏议价能力。反之，当资本过剩、劳动力稀缺时，如近年来中国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就有利于劳动力在市场上提高要价。外向型经济的本质是吸引全球资本到本国，同时将本国廉价商品输出到世界。这种模式实际上是通过商品输出的形式实现了劳动力的输出。虽然有人认为这种要素流动是不合理的，因为只有资本流动而没有劳动力流动，但在当前存在国界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劳动输出确实难以实现。中国输出劳动的主要方式不是直接的劳动输出，而是通过输出廉价商品。这些商品实际上替代了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劳工，这等于是我们的劳动通过商品贸易输出到了他们那里，同时他们资本跑到我们这里。发达国家曾经能够维持高福利和强势工会，是因为经过200多年的资本积累，出现了资本高度过剩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工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然而，全球化进程中，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资本不再过剩，甚至出现资本稀缺。同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取代了本国部分劳动力，造成失业率上升。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两党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要为美国人争取饭碗。至于政策到底能不能实现其目标，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面临双重挑战：资本外流导致本国资本不再过剩，而外来商品输入使本国劳动力不再稀缺。这两个过程显然不利于劳工阶层，导致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上升，不平等程度扩大。依据同样的逻辑，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采取外向型经济策略，输入资本，输出商品，应该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才对。历史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外向型发展阶段，确实实现了较低的基尼系数，被称为均富社会。当时，台湾当局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三民主义，但实际上，
这更可能是源于这些经济体处于有利于平等的高增长阶段。然而，这一理论存在2个显著的例外：一是1990年前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尽管大量引进资本输出商品，却是当时世界上不平等最突出的国家；另一个例外是中国，过去30年里，中国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基尼系数却不断扩大。南非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显然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而中国出现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主要是因为体制方面的一些弊病，使得全球化本应有利于平等的功能未能正常发挥。结果，全球化在西方和中国都造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困境啊！尽管全球化从理论上看是有利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各国内部的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确实凸显。我们今天形容一些无良资本家，往往会这样描写：资本家会对劳工说，可是这2天算施工，先不发钱，干就干，不干就给我滚蛋。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资本家常常利用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压制工人权益。然而，经济全球化本应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现象，如民工荒，推动农民工工资上升。比如说，我们改革这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而且社会福利。我这里讲的是真正使分配向穷人倾斜的福利，在改革之后的30多年里也在改善。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福利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它主要与特权挂钩，倾向于为强者而非弱者提供福利。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高于农民，干部的福利又高于工人。这种制度导致初始分配中占优势的群体在2次分配中又再次受益，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循环。相比之下，真正有利于穷人的福利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逐步建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然而，这些好处本应更为显著，但实际上被某些因素所抑制，结果导致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全球化似乎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也为21世纪的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德国为例，虽然两德统一后的东德地区的生活水平和人权状况有了显著改善，但统一过程也带来了负面影响。最显著的是东德制造业的崩溃，原本缺乏竞争力的东德国营制造业在统一后几乎全面瓦解。理论上，西德丰厚的资本应该流向东德，更新那里的制造业。西德资本家不愿意到东德投资，西德的资本家更倾向于投资中国等地，而非东德。这是因为统一后，东德实行了与西德相同的高福利政策和独立工会制度，增加了投资成本，结果导致东德产业更新计划难以完成。尽管统一后的东德的人均收入等各项指标都大幅提高，但民众的抱怨声音仍然很大。主要问题包括较高的失业率和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因为年轻劳动力大多选择到西德寻找工作机会。自德国统一以来，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尽管东德的整体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与西德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这种差距的根源并非单纯的工资水平问题，而是源于更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就业分布。东德地区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加之需要福利供养的人口比例较高，导致人均收入至今仍落后于西德。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工作人口本身就比西德少，许多年轻人选择前往西德就业，而留在东德的人大多为依赖福利的人口。虽然福利制度有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但就业人口与福利供养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这也是东德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之一啊。艾森纳赫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这座以生产瓦特堡品牌汽车闻名的东德小城，在统一前拥有 4.8 万人口，几乎全部就业于当地汽车厂。当时，该厂年产5万辆汽车，雇佣1万名员工，基本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然而，统一后，这家汽车厂很快就倒闭了。面对这一困境当地人曾试图吸引西德的汽车制造商如大众、奔驰等来接管工厂，但这些企业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情愿。经过多年努力最终是一家美国汽车公司欧宝接管了艾森纳德的汽车生产线。尽管有保障产量不低于原有水平的协议，但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如今，欧宝在艾森纳赫的工厂产量仅为6万辆，比原来增加了1万辆，
但所需工人数量大幅减少至1600人，这导致艾森纳赫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2年曾高达20%，如今仍有6%的失业率。同时，城市人口也从原来的4.8万人减少到了4.2万人。虽然统一后艾森纳赫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但仍比西德平均水平低10%。那里的人们并不和以前的东德比，而是跟现在的西德对比。这种对比就加剧了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你是一个旅游者，从表面上看，东德地区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非单纯的现代化进程。以德累斯顿为例，这座城市的转变颇具讽刺意味。与其说它变得更加现代化，不如说它呈现出一种古代化的趋势。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统一后原有的工业基础大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修复的古老建筑和教堂。尽管表面光鲜，东德地区的民众中仍存在着不满的声音。这种不满情绪在某些政治群体中尤为明显，特别是那些曾经的东德共产党，也就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是左派党的领导人，对现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一种复杂的心理。当年他们也支持统一，但统一的结果却使他们失去了执政地位，转而成为了反对派。作为反对派，他们自然会对现状提出批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确实有其合理性和充分的理由。在探讨东西德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来自统一前最后一届东德共产党政府的总理汉斯·莫洛德。作为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政治家，莫洛德对中国的经济成就非常羡慕。莫洛德认为，东德既无法采取类似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不能继续沿用原有体制。他表示，当时的东德并不具备进行中国式改革的条件，而原有的体制模式已经注定失败，继续下去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让东德去统一西德。莫洛德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东德原有的体制已经失败，用正常手段是不可能统一西德的。更何况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而西德有6000万，即便通过投票也无法胜过西德。假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东德最高领导人昂纳克成功平息了局势，柏林墙没有倒塌，东德继续维持原有的铁腕制度，但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昂纳克在参观西方世界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开始在保持原有统治方式的同时进行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柏林墙依然存在，政府仍然可以随意征用土地、解雇工人，农民和工人的组织无法与政府讨价还价，同时政府向西方提供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企及的最优惠招商引资政策。这样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东德当时采取了这种做法，现在就不会担心东德没有制造业的问题了。西德的资本家会蜂拥而至，将工厂迁移到东德，把整个东德变成一片血汗工厂，所有东德人都成为农民工，大量生产商品供应西德市场。这种情况下，去工业化和失业问题就不会出现在东德，反而会出现在西德。西德人会抱怨制造业的流失，工作机会减少。更为重要的是，西德战后建立的以高福利和强势工会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将难以为继啊！因为资本家已经撤离，工人失去了谈判对象，工会失去了谈判力量，没有了资本家，税基也就消失了，高税收、高福利制度将无法维系，整个西德社会将面临严重的危机。可惜的是，汉斯·莫洛德先生根本就没有想过还有这一招。那么西德会怎么应付这个危机呢？照我看，无非就是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重新建立风格，重新把柏林墙砌起来，实际上是一种去一体化的过程。从西德的角度来看，这主要表现为实施贸易保护政策，禁止本国资本外流，同时限制外国商品进口。这种做法虽然是一种选择，但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毕竟自由贸易和家庭交流原本是西德所倡导的理念，如果现在转而实行贸易保护，闭关自守，无疑是自相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东德可以通过极端手段来实现闭关自守，谁敢翻墙就予以击毙。但西德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是否能采取如此激进的措施呢？如果有西德资本家想要在东德投资，西德政府能够像东德那样采取极端手段阻止吗？显然，这种方案在西德是行不通的。那么第二种方案又是什么呢？西德若想与东德竞争，就必须向东德学习，这意味着西德需要降低福利水平，压低工资，削弱工会力量，
如果东德工人沦为农民工，西德工人也必须接受类似的待遇，否则就无法与东德工人竞争。这种情况下，西德实际上在体制上就被东德同化了呀。然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几乎不可能发生。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下，这种的变革很难被民众接受。我们已经看到，即便是一些相对温和的措施，如延长退休年龄或紧缩财政，都已经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例如，在希腊，欧盟要求他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呐。接下来设想第三种方案，西德强行大规模削减福利。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反应将比希腊的情况更加激烈10倍，导致西德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东德不可能统一西德，但如果西德陷入大乱，局势失控，东德使用非常规手段统一西德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了。在探讨这个假设情景时，如果事态真的这样发展，表面上看是东德战胜了西德，但我们能否将其解读为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或者说儒家文明战胜了西方文明呢？我认为这实际上是18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是血汗工厂战胜了福利国家。这个预言之所以是预言，正是因为它并未在现实中发生。虽然这个预言没有在德国发生，但在德国以外的地方，它是否也完全不可能发生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国际经济平等问题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要议题——国家能力危机。这个问题在当前西方许多国家中尤为突出。弗朗西斯·福山在25年前曾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但如今他对此忧心忡忡啊。他认为西方国家正面临着国家能力危机，即政府想要实施的许多政策难以落实。相比之下，福山对中国的国家能力表示羡慕，认为中国具有超强的执行力。他指出，尽管民主制度仍然可贵，但如果无法解决国家能力问题，将面临严峻挑战。然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国家能力的本质。国家能力主要包含2个方面，一个是制度，一个是财政。从制度角度来看，国家能力体现在制度是否能让国家做成事情。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制定和执行政策，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本身并未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制度下，以前的政府能力较强，而现在却面临危机呢？这就引出了第2个方面，那就是财政。无论是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都需要充足的财力支持。一个财政拮据的政府，无论其政体如何，都做不成什么事儿，都难以有所作为啊。虽然他们的政治制度依然是民主制度，但其财政状况已发生了显著转变。当前西方各国普遍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财政状况远不如从前。这种财力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施政能力。尽管制度框架未变，但财政实力的衰退使得这些国家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时捉襟见肘啊，难以像过去那样高效地推行政策和解决问题。目前，西方各国普遍债台高筑，债务危机严重，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这些债务负担具有刚性，难以轻易削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啊。对于次贷危机的根源，左右两派各执一词。左派认为，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尤其是房贷政策的放松，导致了资金链断裂。右派则认为，政府为了让低收入群体也能拥有住房，通过降低首付等措施实施了一种超级福利制度，最终引发危机啊。在欧洲，社会福利制度确保了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而美国政府则更进一步，不仅要保障居住权，还鼓励低收入群体成为房奴。这种政策表面上是为了更多人实现美国梦，但实际上却将许多人推入了难以承受的债务深渊。政府通过降低首付、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使得许多原本无力承担房贷的人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了这一政策的短视性和危险性。争论的结果还是左派认为自由搞得太多，右派认为福利搞得太多。这凸显了在平衡经济自由和社会福利之间寻求合适平衡点的重要性和难度啊。在左右派的争论中，双方各执一词，但实际上，当前的财政困境是他们共同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财政债务的持续积累。从理论上讲，
左派主张高福利、高税收，而右派倡导低税收、低福利。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高福利、高税收可能会被批评为养懒汉，而低税收、低福利则可能导致贫富分化加剧。但是债务窟窿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不管是高税收、高福利，还是低税收、低福利，财政都是可以平衡的。债务问题的产生源于政策执行与理论之间的脱节。理想情况下，国家应该根据税收水平来决定福利支出，实现财政平衡。讲的简单点，就是有多少税收就搞多少福利。左派上台，你想搞高福利，你就必须提高税收；右派上台，你想减税，首先要减福利。可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这种平衡难以实现。原因在于选民对左右派政策主张都是只喜欢一半的。他们支持左派是因为喜欢高福利，但并不愿意承担高税收；他们选择右派是因为希望减税，但又不愿意接受福利削减。因此，左派执政时提高福利相对容易，但提高税收困难重重；右派执政时减税较为顺利，但削减福利面临巨大阻力。这种选择性的政策实施导致了严重的财政失衡。左派执政期间，福利支出增加，但税收增幅有限；右派执政时，税收下降，但福利支出难以相应减少。这种不平衡的循环，最终导致了债务的持续累积啊！民主制度下的财政困境实际上源于政党竞争的本质。如果只有左派或右派一党独大，无论是高福利、高税收还是低福利、低税收的政策，都不太可能造成如此严重的财政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在民主制度下，左右两派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竞相讨好选民，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财政赤字的积累啊！要消除这种结果，唯一的方法似乎是左右两派不再讨好老百姓。然而，一旦政党不再以民意为导向，那还是民主制度吗？这一矛盾揭示了民主制度在财政政策上的内在压力。这种内在压力体现在民主制度需要平衡选民的短期利益诉求和国家的长期财政健康之间的矛盾。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做出的承诺，往往会导致财政负担的增加，而这种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最终可能危及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说个极端的比喻，假如左派右派都要讨好皇上，因为皇上总是既喜欢收费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假如左派说皇上就应该横征暴敛，那么皇上肯定很高兴；假如右派说皇上就应该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必为他们太操劳而影响健康，那皇上也会很高兴。但是你只要搞了民主，你就不能这样。左派和右派的政策想要实施，都需要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传统观点认为，劳苦大众支持左派，少数富人支持右派。但如果真是这样，右派就很难在选举中获胜。事实上，两派都在努力争取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这种竞相讨好选民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导致财政赤字。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民主制度一直是这样运作的，为什么它能够延续200年并取得巨大成功？为什么以前的民主制度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财政问题呢？既想要最多的自由，又想要最多的福利，这种诉求就叫做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啊！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正是当前民主国家面临财政困境的根本原因呢。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右派认为，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能给予老百姓最大程度的自由。左派则主张提供最多服务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能为老百姓带来最多的福利。然而，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最完美的政府应该是既不征税，又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这种政府似乎能同时满足左右派的诉求，既保障最大自由，又提供高福利。可惜啊，这样的政府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根据上述思辨，我们可以推断出，最糟糕的政府就是那种管事最多却又无法提供足够福利的政府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尽管不可能实现，但在过去20年中，我们却看到了类似的政治现象。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当右派政府提出紧缩政策，试图削减社会福利时，民众通过示威抗议推翻了这个政府。
随后上台的是由激进左派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乍看之下，齐普拉斯因其反紧缩、维护福利的立场似乎代表了左派。然而，他并不主张提高税收，这是因为如果主张高税收，他就无法赢得选举。选民支持他是为了维持福利，而不是接受更高的税负。面对这种矛盾的诉求，齐普拉斯政府的选择是向欧盟赖账，试图通过拖欠债务来维持高福利，而不增加税收。这个案例生动地说明了现代民主国家面临的困境：选民期望享受高福利，但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税收负担。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迎合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的加剧啊！以前的民主国家较少面临严重的债务问题，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化程度较低的时代背景。在相对孤立的国家财政系统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这种不可行性更容易被国民认识到。简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既不愿意缴税，又期望高福利，那么国家财政很快就会陷入破产危机啊！财政危机通常会导致政府滥发货币，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当普通民众切身感受到通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他们会意识到现状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降低福利还是增加税收，公众都会相对更容易接受。虽然普通民众不是全知全能的精英，但他们也不是愚昧无知的。当问题显现时，他们能够认识到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希腊的公民对高福利的追求和低税收的偏好在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当时问题并不如此严重。这是因为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拥有自己的货币德拉马克。历史上，德拉马克经历多次贬值，每次贬值都伴随着通货膨胀，这使得希腊民众深刻认识到这种财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然而，加入欧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使用欧元作为货币后，希腊不再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这导致希腊民众对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缺乏直观感受。无论借贷多少，他们都不再直接经历通货膨胀的困扰。这种情况揭示了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一体化使得单个国家的财政可以向全球无限制透支，这就导致债务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掩盖。希腊可以不断借债而不立即面临通货膨胀的后果，这使得人们感觉不到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更广泛的说，全球化削弱了人们遏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不切实际诉求的能力。当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借贷而暂时规避直接的经济后果时，公众和政府都可能低估长期债务累积的风险呢。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家财政和债务问题日益凸显，希腊只是一个小的例子，大的例子当然就是美国。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啊，其国债规模庞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持续的贸易逆差。简而言之，美国购买的商品多于销售的商品，这种不平衡实际上也是一种负债的表现。当美国购买商品时，它支付美元，这些美元本质上代表了美国的债务。如果持有美元的国家不再购买商品，这些美元就可能沦为废纸。为了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许多国家选择购买美国国债，因为美债被认为是最安全且收益率最高的投资选择。这个现象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深层问题：国家能力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债务状况而恶化。虽然可以说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能够向全球透支，但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透支的本质是借钱而非抢钱。如果是抢钱，就不会产生债务，因为抢来的钱无需偿还，抢钱需要霸权。但对于借钱来说，霸权并不适用。借钱的前提是对方愿意借出给你，而美国这样的国家即便不主动借钱，其他国家反而会着急借出，还就是愿意借给美国，甚至美国不向他们借钱还会感到不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另一端有关。在美国这样的体制下，民众既要享受福利，又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税负。然而在全球化的另一端，情况却大不相同。虽然那里的左派和右派思想都源自西方，但他们的政治游戏规则与西方有本质区别。西方的左右派都需要讨好民众，而在全球化的另一端，左右派都需要讨好政府。这导致在那里不存在民众既要福利又不愿意交税的情况。相反，政府可以随意征税，给一点点福利就会得到民众的感恩，
即便不给福利，民众也不敢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这样，政府手中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呀。全球化在这两端之间形成了严重的互动，结果是一方的政府越来越穷，而另一方的政府越来越富。然而，政府越来越穷，并不意味着其民众也越来越穷。同样，政府越来越富，也不等同于其民众也越来越富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20多年来，全球一体化进程带来了表面上的趋同化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模糊了不同国家经济体制间的界限。我们可以观察到，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不再奉行纯粹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时市场经济国家也很少声称自己实行的是绝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兼顾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也都在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然而，这种表面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的国家经济体制真的趋于一致。恰恰相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国家不仅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些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呀。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践和诠释。在某些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并没有削弱政府的权力，反而成为政府推卸福利责任的借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另一些国家，市场经济的引入意味着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同时政府还需要维护公民的福利权益。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这两种体制在向市场经济靠拢，但实际上它们的发展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呀。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消除这种差异，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相反特征的强化。在全球化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的政府权力在不断缩小，但所需承担的责任却日益加重；而在另一端呢，一些国家的政府权力在不断的扩大，但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在逐渐减少啊。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影响各国内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可能对全球经济秩序产生深远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理解这种分歧现象，探讨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平衡政府权力与责任，以及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作为一个不可避免且难以逆转的趋势，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全球化究竟是促进了劣币驱逐良币，还是推动了良币驱逐劣币呢？这个问题我就留给各位网友去思考了。你有不同想法可以写在留言区，谢谢大家。